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娜娜的可以吃的故事。我们今天要说什么故事呢？上片的时候应该已经过了圣诞节几天了，但是因为今天要说姜饼人的故事，所以还是圣诞节，我们要吃圣诞面包。我吃过好几家圣诞面包，最喜欢这一家是潮屋的。反正很推荐大家，潮屋的最好吃、最湿润、香气最好。你摆越多天，口感会稍微有点不一样。这样，噔噔，超香的。我们来切一下，好大颗，跟我头一样大颗。里面是有很多果干是吗？超级香的。好好吃啊！推荐大家要买。我们今天要讲姜饼人的故事。先让我吃几口。你们有吃过圣诞面包吗？之前几年开始流行，我吃了很多个牌子，因为我有一个癖好，某一种产品如果它有很多个品牌都有推出，我每一家都要吃吃看，因为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口味。吃完之后，我就有心中我的最爱，我的排名这样。好了。小姜饼人跟妈妈手牵着手，站在一间很漂亮的姜饼屋前面，一动也不动。屋顶上面有很厚的白色糖霜，撒满了各种颜色的巧克力豆跟糖果。小姜饼人想，为什么我们要保持这个姿势？所以他就开口问了：妈妈，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罚站啊？没想到妈妈说：我竟然被分配到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小子，我不是你妈，我们就是一大一小的姜饼人，站在房子前面好看。小姜饼人想，可是 No more questions。小姜饼人这时候四处张望，哇，原来整间屋子全部都是大大小小不一样的姜饼屋礼盒，每一个盒子都绑了缎带，盒子上面写着 Merry Christmas。突然后面传来机器的声音，有人推着堆高机过来了，把一整叠新的姜饼屋叠了上来。没想到一个操作不小心，盒子掉下来了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小姜饼人的这一盒，而且他最衰，360度大翻转，还直接撞到角落最坚硬的那一块，整个盒子都烂了。工人这时候走过来，把这个烂掉的盒子捡起来，丢到回收的地方，准备当垃圾丢掉。小姜饼人躺在盒子的角落，他发现刚刚那个假妈妈已经不见了，后面的房子也塌了。他想站起来，这时候突然发现他的一只脚不见了。就在他还没有从一连串的惊吓回神过来的时候，黑暗之处有细细索索的声音传来，他感觉全身都不对劲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抓他、抠他。哦不，好像是咬，是谁在咬他？好痒哦！他就笑了，他这一笑，那咬的感觉瞬间不见，一个光亮映入他眼睛的是一只蚂蚁，拿着手电筒照着他，保持一个警戒的姿势跟距离。蚂蚁说：“你会说话？”姜饼人吞了一口口水说：“我想是吧。那个，我想问你一下 ，No questions，OK？、我问你回答。蚂蚁很凶，姜饼人想说，这是什么熟悉的感觉啊？蚂蚁问：你刚刚为什么笑？刚刚吗？我就觉得痒啊。刚刚是你在咬我吗？你为什么要咬我啊？蚂蚁瞪着他不发一语。蚂蚁用手电筒戳了姜饼人一下。我从来没有听过食物会说话的。你是不是有毒啊？姜饼人一下跳起来惊呼：什么食物？你要吃我？原来你刚刚是在吃我，我又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要吃我啊？蚂蚁被姜饼人的动作吓了一跳，拿他的蚂蚁拳头很紧张说：你冷静哦，你不要靠过来。姜饼人继续发疯：冷静？你要我怎么冷静？今天已经发生太多我脑袋无法负荷跟处理的事情，我要怎么冷静？一个瞬间，姜饼人自己晕了过去。等到他再醒来的时候，他在一个充满着各种各样东西的房间，他整个人眼睛都亮了。哇，这是什么奇幻的新世界啊！有些东西他认得，饼干碎屑、巧克力豆碎屑他认得，但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东西是他见都没见过、闻都没闻过的。他就到处摸、到处看，很开心。这时候背后传来蚂蚁的声音：不要乱动，你就不能坐着静静的待着，你就一定要这样制造麻烦吗？你知道这些东西都很宝贵。姜饼人看到熟悉的脸孔，笑了起来。嘿，又见面嘞！哦，不对，你刚刚想吃我。他想到了可能会被吃掉的事情，用单脚很快的向后跳了几步。蚂蚁就故意刺激他：你紧张什么？我们又不会现在吃你，至少不是现在。不过也不会很久了，毕竟冬天就要来了。蚂蚁看着姜饼人，以为他会像昨天那样吓得花容失色、尖叫乱跑，结果没想到今天完全不一样的反应。他感到很好奇，又继续再问：怎么样？你不怕了？不怕我们吃掉你哦？姜饼人耸耸肩说：对耶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生来就比较乐观一点吧。蚂蚁笑了出来，生来讲的好像你有妈妈一样。姜饼人点头，有啊，我有。好吧，那是假妈妈，但是我总是有妈妈的吧？不然我是从哪里来的啊？蚂蚁就想，
我要跟他说实话吗？它就是一堆面粉加蛋加奶油加香料，然后丢进去烤箱烤出来的东西啊。烤箱是他妈妈啊！天哪，我竟然在为了这种跟食物的对话伤脑筋，我怎么了？转身他就要走了，没想到姜饼人从背后叫住了他。等一下好不好 ？One more question, please。蚂蚁说 One more forever or just for today？ 蚂蚁就看着他，你问吧。姜饼人很开心。我是想要问说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没想到蚂蚁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就只是瞪着姜饼人。姜饼人这时候突然间有点害怕，摸摸鼻子。OK fine， 你可能要说啊，反正我到最后都是要被吃掉，知道你名字有什么用呢？哈哈哈，没有意义 ，right？ 蚂蚁却说不是，我没有名字。姜饼人惊呼，我也没有名字哎，好巧哦。蚂蚁叹了一口气，巧什么巧？整个蚂蚁窝，全部的蚂蚁工人都没有名字啊！我们不需要名字，因为我们不需要跟彼此说话啊。蚂蚁陷入自己的心事里面，默默地离开了储藏室。姜饼人看着蚂蚁看似有心事的背影，自己也思考了起来。隔天，蚂蚁又来勘察食物储藏室的时候，就看到姜饼人一脸笑得很神秘，这样，我想要送你一个东西。蚂蚁挑了眉，你送我东西？你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我啊？还是说你现在就要我把你吃掉？蚂蚁吓他的口气当然再也吓不到姜饼人了啦，反而逗乐了他。姜饼人就哎呦，你很爱开玩笑。我要送你一个东西，我要送给你一个名字。蚂蚁这时候觉得很奇怪，名字？什么名字？姜饼人非常期待的说Merry Christmas！ 蚂蚁听到整个大翻白眼说：“你给我的名字就是本来包装你的礼物盒上面的那2个字。”姜饼人这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注意到那个啦。喂，我想到了，你选一个。蚂蚁说：“选什么 ？Merry 跟 Christmas， 你选一个啊，这样子我们一人一个名字。”蚂蚁说：“不要。”这太蠢了，我才不要！没想到姜饼人一头热，那先选先赢哦！我要选 Mary， 我最喜欢 M 这个字了，我就好像 M&M 一样，我觉得好可爱哦。那你就是 Christmas 咯。蚂蚁看着姜饼人欢乐无限的笑脸，开始觉得头晕眼花。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些东西悄悄的在蚂蚁的心中生根发芽。这天晚上，蚂蚁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的时候 ，Christmas， 我的名字。Oh no！ 这简直是一个无聊又荒唐的笑话哎！我们蚂蚁工人里面没有人有名字，也不会有人叫我的名字。为什么我要为了这种事情想到失眠？他快要崩溃了。没想到隔天一早，因为有几条运送食物的路线呢被人类给破坏了，所以蚂蚁就被临时安排去搜寻新的食物路线。新的工作安排让他没有办法去食物储藏室了。接连着好几天，甚至是星期都过去了。蚂蚁心中默默地开始担心起姜饼人。他当然知道，在冬天真正来临之前，储藏室的食物是不会被冻的，姜饼人应该是安全的。但是谁知道，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好奇怪哦！他心中就是默默地焦虑了起来。直到完成了新工作，终于可以去储藏室看看的时候，天哪！几个星期不见，储藏室已经堆满了更多的食物，看不到姜饼人了。他心里真的紧张了。会不会有别的蚂蚁发现姜饼人会说话，觉得他有毒，然后就把他丢了？这时候远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，蚂蚁知道那铁定是姜饼人单脚跳的声音，心里大石头就落下来了。他赶快整理好自己的表情，不想让姜饼人发现他的担心。没想到姜饼人从食物的缝隙要钻出来的时候，就说：“你刚刚是不是在担心我？你没有看到我，你担心我，对不对？”蚂蚁瞪着他，没说话。两个人呢，看着成山的食物，姜饼人就问蚂蚁说：“这么多食物，你们真的吃得完吗？”蚂蚁就说：“准备的多总比不够好。你知道冬天下了大雪，食物不够，我们就死定了。”姜饼就说：“你们小蚂蚁真的很厉害耶！你们看，你们每一个人都那么小，可是团结力量大，你们竟然可以搬出这么多的食物回来，好厉害！”蚂蚁说：“你干嘛？”姜饼人说：“我跟你讲，这几天我
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看不到我背，你可以帮我看吗？我背我觉得很奇怪。蚂蚁绕过去看它的背，好多的裂缝。蚂蚁就想，要说实话吗？背后有很多裂缝，你知道冬天会越来越干，越干你就会到最后，没想到蚂蚁想要讲，但是伤心的话，它反而说不出口了。可是姜饼人不笨呢，他自己懂了，整个人跳了起来。哦天哪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就算我没有被你们吃掉，我最后也会干掉。哦，结果他就这样乱跳，嘣！他的唯一一只脚也断了。蚂蚁这时候急了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子乱跑乱跳吗？你如果刚刚撞到你的头，要不要我现在就把大家叫来，现在就把你吃了比较快？姜饼人一边很懊恼，一边挥动剩下的双手，看着下半身已经失踪的自己，突然大笑了起来。他一边挥动双手，一边跟蚂蚁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再生气了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我现在不是 gingerbread man， 我是 ginger bird。”蚂蚁笑了起来。或许你说的是对的，你好像生来就很乐观。也许创造你的人在你身上加了什么神奇的魔法药粉吧。这天夜里，蚂蚁又睡不着了。他觉得他一定是被姜饼人那个无厘头给传染了。怎么会有这样莫名其妙的想法呢？他大叹了一口气，从衣柜里面拿出了一个东西，蹑手蹑脚，一路上不想惊动其他的蚂蚁，来到了食物储藏室，从口袋里面抽出了绳子，套在姜饼人的脖子上。正要绑上结的时候，姜饼人醒来，发现不对。你要干嘛？嘘，你最好闭嘴，还是你想把我们都害死？他把结系紧，然后扛上自己的肩膀。他小小一只蚂蚁，他很努力，气喘吁吁的开始拖姜饼人，他要把他拖回他的房间。姜饼人在后面小声的说：“我知道你要我闭嘴，但是你可能要再小心一点，你刚刚差点撞到我的手了。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小蚂蚁终于把姜饼人拖回自己的房间。等到房间门关上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姜饼人就问蚂蚁 ：“Christmas，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”我的房间靠近地下水源，比较湿一点，我想这样子你会比较舒服。姜饼人觉得好温暖。Christmas， 你怎么对我那么好？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蚂蚁把一脸很肉麻的姜饼人推开，正经八百的说：“因为我们是朋友吧。”姜饼人问：“朋友？那是什么？跟冬天一样，很快就要来了吗？”其实我也不太知道，我也没有过朋友。就是我小时候看壁画的故事学到的，朋友就是会待在一起，会一起帮助彼此活下去。姜饼人呵呵笑了起来。真的哎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。两个人就靠在床上，头靠着头。姜饼人突然咳嗽了起来。那个 Christmas， 我觉得我有点干吗？我本来是想要说有点渴，但有点干也对了。我觉得这个干的感觉好像比我想象的发展的还要快，我觉得好累哦。蚂蚁这时候就难过了起来。我觉得我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我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帮你什么。不会哎，我一点都不这样觉得哎，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。虽然我也只有你一个朋友啦，可是你就是最好的。蚂蚁笑了。他说：“我很庆幸我没有吃你。”姜饼人已经有一点没有力气了。我很庆幸我遇到的是你。蚂蚁说：“谢谢你 ，Merry。”姜饼人说：“谢谢你 ，Christmas，Merry Christmas。”你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好像有一点点伤感。你觉得今天的 take away 是什么呢？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说的是 The lion fell in love with the lamb 这件事情？当狮子爱上羔羊这种矛盾的爱？没有，不是要讲这个。我要讲其实一个很小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，我跟这个人很不对盘我跟他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，我跟他是不可能有共鸣的。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有时候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花时间，没有机会给彼此机会去了解彼此背后的故事，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缘分会发生。就像小蚂蚁，它怎么会知道它会跟它的食物产生共鸣跟连结呢？我觉得第一印象可以参考，但它不应该成为限制。我们不要给自己设限，我们也不要给别人设下限制。好咯，就是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然后有一个补充跟大家讲，就是我没有放上去的故事 title， 本来这个故事要叫做那个没有吃掉我的朋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比较喜欢这个故事名称？那就这样子咯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